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你们两位倒是大摇大摆，不慌不忙啊。皇上，既然要告慰上苍，祈求怜悯，那就请把这个冤案一并解决了吧。臣妾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给这位亡魂伸冤。他就是粮草都尉周贯中大人。朕已经说了，要去太庙祭天，吉时不可错过。皇上，这件事情和北怀的上千灾民有关。朕已经说过了，等回来之后再说。你们还不退下？臣妾很想退下，但是为了这位忠臣，为了100名无辜牺牲的运粮兵，为了上千名白白饿死的灾民，臣妾一步都不能退。试问皇上要带着这样的冤情去祭天法祖，是要对天地大不敬吗？上天也不会让你们这样的人去祭拜。好啊，朕倒要看看你们到底要跟朕说些什么。快说！半个月前，有人请缨，说要亲自押送赈灾粮去北怀，接着又好大喜功，自作主张，不听周大人的屡次相劝，非要将米粮经由月华山运送。结果遭遇了山贼，害得所有的运粮官和100名运粮兵白白牺牲，还连累了数千灾民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呢？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莫非年贵妃说的就是你？没错，我说的那个人就是敏妃。事发之后，她不但没有补救，还串通当地经手的官员，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周大人身上。周大人不肯画押认罪，他就买通了大夫，在周大人的药里做了手脚，让周大人以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。你胡说！周大人那么好的人，被你逼得连性命和一生的清誉都不要，签字画押之后就上吊自尽。他留下了3个遗愿：第一，不要牵连其家人；第二，善待同僚的后人；第三，他请求朝廷立刻再次派赈灾粮去北怀。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什么周大人，什么大夫，统统都是污蔑。当地有棵很大的榕树，平民百姓会把自己的心愿挂在树上，那些地方官员奉承你，一定说满树的许愿囊都是恭喜你被封为娘娘，你当时应该很得意吧？但其实，大家的心愿都希望大梁不再有战。周大人死后，那棵榕树已经一片白了。还我周大人，还周大人清白，为周大人鸣冤，还我父母官！血口喷人！你没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这么说？对呀，宁贵妃、魏广，你们有何证据啊？这是经手官员18人的口供，为周大人做出假诊断的大夫也在其中。臣已经将他们押至大理寺，皇上即便想亲事，也是可以的。皇上，各位大人们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话。将米粮从月华山运过去，是我的主意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班灵儿，因为你的自私和无知，害死了1代忠良和数千人的性命，也让一众官员和百姓心寒。
皇上，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两个人，他们两个本来就是奸夫淫妇，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他们一定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想办法来构陷臣妾。娘娘说出这样的言辞，魏某倒是愿闻其详。你还抵赖？魏大元帅，你就别装模作样了。你经常偷偷潜入宁贵妃的寝殿，和她私会，就连她毒发那日，你也在寝殿之中，她的宫女都看见了。你敢否认此事吗？我从来没有和宁贵妃私会，不过毒发当日，我的确在她寝殿。那可是宁贵妃的寝殿，你一个男人潜进去，除了私会，还有什么理由？臣一直在追查严宽、严正两兄弟诈死一事，但当时向皇上回禀，皇上认为严宽必死，无奈臣只有暗中追查更确切的证据，却发现严宽易容成东方轩混入宁贵妃寝殿，千钧一发，宁贵妃身体不适，为保皇上爱妃安全，我身为臣子，当然责无旁贷。当日，严宽所假扮的东方轩以皇上为借口，支开了所有人。寝殿中就只剩下我和他。我身体不适，求救无力，命悬一线。是魏大元帅及时赶到，将我救下。我对魏大元帅十分感激，多谢魏大元帅救命之恩。皇上，皇上，如果你信他们俩却不信臣妾的话，那就请您赐臣妾3尺白绫，臣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以死明志。老天，你告诉大家，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各位大人，敏妃说的是对的，宁贵妃和魏大元帅所说的，的确是片面之言。他们找来的证人，也的确有可能是被收买了的。同样的，敏妃刚才所言，也有可能是假的。她所说的宫女，也有可能已经被收买。难道这就是个悬案了吗？我堂堂大梁，满朝文武，却解不开一个运粮案。那么就让本宫这个妇人来说说后宫的所见所闻吧。3月24日，永东门大爆炸，死伤近1000人，4天3夜，不眠不休抢救灾民，晕倒醒来又继续去赈灾的，是宁贵妃。2月前宁州旱灾，身体抱恙，仍然在赈灾现场的，还是宁贵妃。那个时候，敏妃在做什么？她在勾引皇上。皇上，你在大殿上看不清，不如去大榕树下问问那些挂白绫的百姓，宁贵妃到底有没有本事买通全大梁的子民来诬陷一个敏妃？北淮人人可以证明，周大人为官正直清廉，这等清官在我大梁含冤而死，令世人心凉。各位同僚，我等一同在朝为官，试问哪位不是心系大梁子民，殚精竭虑为大梁？可到头来，功绩无人知晓，落得身败名裂、含恨而死。这样的朝堂，何以安天下？大理寺奏请皇上，立即让臣着手会审，灾情连连，需给百姓一个说法。皇上，臣也以为祭天一事应该暂缓，灾情不查，上不敬天，下不为民，家事还是暂缓一下为好。请皇上下令彻查灾情。请皇上下令彻查灾情。请皇上下令彻查灾情。
之前是我误会大家乱嚼舌根，还下令惩罚了你们。不过如今事情都已经清楚了，这和你们都没有关系。今日我是特地来赔罪的。娘娘何错之有？奴婢们受不起。我特意带来一些皇上赏赐的糕点给大家，这些都是上好的血燕，对女子最是滋养。还请大家收下我这份好意。奴婢们不敢。从前我也是从梨花学堂出来的，与大家都是姐妹。皇上从早到晚，时刻都有赏赐，我呀，也吃不完这些，与其留着浪费了，还不如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。哎，很久没有来看望姐姐了，姐姐如今可好啊？冬梅，先带康儿出去玩吧。是。我是想跟姐姐说，周大人那件案子，皇上不打算交给任何人处理，要亲自解决。还有当日在大殿上高护姓宁贵妃的人，现在都偃旗息鼓，躲在家里不敢发声了。你来就是想要跟我说这些？我来呢，就是想要劝劝姐姐。皇上是真心喜欢我，我也是真心喜欢皇上。既然你和皇上没有感情，就不要再来妨碍我们。难道你敢否认吗？去年中秋节前后，荷花池畔，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对皇上只有敬畏，没有男女之爱。我的确记得，而且我还记得中秋节，因为要救你，才导致北婴王的死。你苦苦哀求我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根本就不会成为宁妃娘娘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曾经亲口跟我说过，你跪在皇后面前跟她说，她永远都是正妻，你永远都是妾室。那又怎样？哼，真是想不到啊，一语成谶。你生来就是小妾的命，就算皇后会再次打入冷宫，你永远都不会是这后宫最尊贵的那个。班灵儿，你才承宠多久啊？居然能想到这么远以后的事情。你还记得华妃吗？当时皇上那么宠她，可现在呢？她已经被发配到边疆，饱受风寒之苦，人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。还有皇后娘娘，正室当年败落，文武百官全都反对皇上立她为后，可皇上呢？非要反天下人而行之。花无千日红，人无百日好。我劝你还是应该收敛一点，否则到时候君恩如流水，匆匆不回头。你哭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，你等着。皇后娘娘，大理寺果然将运两案搁置下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都无法动摇皇上爱护敏妃。咱们这位天子真是……宁芝和魏广已经这么努力的斗那个小妖精了，莫非他比长公主和严宽更难对付？皇上一贯如此，当年也是因为我而压下了北婴王的案子。其实这次最苦的不是我跟魏广，而是周大人。还有苦苦等待救济粮却饿死的百姓们。从脉象来看，娘娘的病情渐渐好转了。
是吗？怪不得本宫这几日觉得没有那么胸闷了。郎大哥，你许久不行医了，怎么医术还越来越好了？不是我医术越来越好，我是受到高人指点，茅塞顿开，换了新药方，不然我还在原地打转。是哪位高人？本宫要重重赏赐他。说不得。怎么跟我卖起关子来了？能指点你的只有你师傅，可他早就过世了，那还能有谁？那位高人不许臣说出去，臣已经发了毒誓。啊，这一次还真的是要多亏了您了。不客气。江大夫，我代皇后娘娘再次谢谢您，托您的福，娘娘已经大为好转了。应该感谢你才对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被严宽抓到北殿，做了2个逆贼的走狗了。江大夫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隐姓埋名，和家人一起在乡下地方行医问药。郎大人，恕我直言，国家大事不是你能管得了的，要多多保重。我固然不能左右，却也想付出一份心力。江大夫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本宫原本以为皇上会再次夺了本宫的封号，连累宁贵妃也会受到影响，可谁知到现在还是风平浪静。风雨前的宁静罢了。我们大梁或许又会再次陷入到战乱之中。长公主和广定王躲在北殿，本是不成气候，谁知道严宽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说服了乌兹国和夏圣国的皇帝，一旦他们联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严坤逃走之后，我日日难以入睡，想不到真如我所料，带来这么多破坏。祸福相连，长公主蠢蠢欲动，皇上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今天心情好，咱们也别在这儿杞人忧天了，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吧。来，本宫再敬大家一杯。来。九云道长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所为何事？恭喜娘娘！我何喜之有？贫道夜观星象，发现你3月之内会怀上龙胎，此胎贵不可言，日后会成为大梁的95之尊。真的？贫道之前为你所算之事，哪一件没有应验过？如果真如道长所言，那我就有盼头了。但娘娘还需格外小心，星象吉中带凶，且地星忽明忽暗，寓意皇上对娘娘的宠爱并不稳固，要想办法抓住皇上的心呐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还请道长赐教。贫道只能说到这里，其余的就看娘娘的造化了。
皇上，根据探子回报，严宽和那2个逆贼刚刚会见了乌兹国的平原王。他们谈得如何？详情尚不可知，但据探子回报，他们相谈甚欢，平原王还亲自送了他们一场。丞相，你代表朕出使乌兹国，想办法将平原王拉拢到我们这里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给些好处。总之，不能让平原王跟那2个逆贼在一起勾结。皇上，臣即刻去草拟国书。丞相，且等一等。皇上，臣妾有个请求。听说平原王很是宠爱他的王后，若是臣妾与丞相一起前往，也可趁机接近王后，从她身上下手。此计甚妙，你真的是朕的爱妃啊！去了之后，一定要想办法跟乌兹王后好好相处。是。我收到你的密信，你说敏妃出宫见一个道士，查出那个道士的真实身份了吗？这个道士像是凭空出现一样，此前没有他行踪的任何痕迹。根据了细作远远看了一眼，这个细作善于丹青人脸，这是他画的那个道士。平原王有礼。这便是大梁的丞相和敏妃娘娘，闻名不如见面。我在大梁的时候，就曾听说王后容貌过人，叫人见之不忘。如今一看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敏妃娘娘过奖了。本王收到国书，得知大梁要派遣使者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魏广大元帅。当年我们2国交战，本王与魏大元帅沙场对峙，可谓是惺惺相惜。可惜这次却不能看到他。魏大元帅脱不开身，所以皇上就特意派丞相前来。王后，我特意选了几样礼物送给你。坐。请。这2颗夜明珠名为双龙吐珠，若是在晚上，整个房间都会被照得通明，宛如白昼；若是把它镶在颈斜上，那一定是熠熠生辉，就像天女下凡一样。那我可要好好看看。丞相前来是为了何事？其实你堂堂一品大员，又代表大梁皇帝而来，恐怕不只是送礼这么简单吧？是否和长公主拜见本王有关？是，皇上派我来，就是想和你商讨结盟之事。结盟？本王暂无此意，时机到了，本王会再约你商谈。来，先喝酒。明珠虽美，但镶在鞋上似乎太重了。当然不会，娘娘穿过便知。这一双是我命绣娘们打造出来的金丝鞋，鞋面用金丝勾勒而成。娘娘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来，请用。丞相，你为何不将我的话放在心上？我一早便说过，谈判要讲究策略。敏妃娘娘，
我们尚未与平原王熟络，便先提出结盟，他当然会觉得我们心急。这不就是开始拿桥了吗？以后我们还要怎么谈？此次出师不利，你准备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娘娘，臣准备。爱妃，爱妃，朕对你甚是思念，你可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臣妾与王后一见如故，王后对臣妾很是友善，平原王也很是热情，也一直在提着皇上。这么说，结盟有望了？那是自然，不过还得看皇上是否愿意接纳他们。当真如此？可之前打探的消息是，平原王和长公主他们走得也很近。长公主与广定王是皇上的手足，平原王当然不敢得罪他们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们不过是北殿的丧家之犬，能给平原王带来什么利益呢？权衡利弊之下，他们当然会选择大梁的天子了。爱妃所言极是，平原王是朕的手下败将，只有朕可以让他心服口服。所以皇上，你不必着急结盟。现在是乌兹国有求于大梁。皇上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臣这就先告退了。哈，丞相辛苦了，你先回去歇息吧。嗯。丞相看着一脸疲惫，是不是在乌兹出什么事了？丞相年事已高，难免精力不济。在乌兹国的时候，他时常答不上来平原王的话，还是臣妾力挽狂澜，否则还让平原王小看了咱们大梁。看来这些时日朕要考虑考虑新的人选了。这儿的风景还是这么美。这样的风景，不知道还能看多久呢。何出此言？今天我遇到丞相，他想辞官，被我阻拦了。丞相出使乌兹国，谈何顺利？林家讲才对，怎么会？和乌兹议和的事情，和闵妃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平原王态度不冷不热，根本就没有想过和我们大梁结盟，可见已被长公主拉拢。为何闵妃告诉皇上，平原王很愿意议和呢？这样会误了大事。皇上偏偏喜欢听微言之词。难道皇上真的只信闵妃的话？闵妃说的都是皇上最想听的话，自然一叶障目。若是平原王真的跟长公主结盟，半灵儿她如何向我大梁子民交代？眼下，他只有讨好皇上的欢心就心满意足了，哪里会想到长远的未来？用不了多久，忠臣将会遭到排挤，坚定之人投其所好，朝堂万马齐喑。若外敌在作乱，那这万家灯火又如何保全呢？既然你已经预测到了危机，想必你已经想到了办法解决。我太了解你了。其实这一次，没有所谓的对策。这倾倒的江山，只有豁出去，用性命去付出。
这一路走来，多少个坎儿我们都已经迈过去了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辉光，你本来可以功成身退、逍遥自在，可是你为了我留了下来，现在身陷危机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。自如其人呢。小小年纪，笔锋就这么刚劲，以后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谢父皇。皇上今日精神不错。是啊，朕近日听闻很多喜讯，心情当然大好了。皇上这么安心，想必是已经安抚好作乱的内贼了。之前朕担心长公主会勾结邻邦来对付朕，如今乌兹着意讨好朕，其他也不足为惧。那朕何必为那两只丧家犬而烦心呢？前不久乌兹国与我大梁兵戈相向，损失惨重，难不成他们就一点都不记恨此事吗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如今我大梁兵强马壮，这乌兹也是识时务的。臣妾听闻，好些官员都在抱怨，说朝廷削减了他们的俸禄。这是闵妃请奏的，也是闵妃的一番心意。如今财政紧张，那些官员一个个都贪得无厌，给多少俸禄都不知足。太祖皇帝曾经立下规矩，后宫不得干政。朕用人一向是不拘一格的，闵妃聪明好学，朕何不让她一二呢？她有不懂的地方，朕自会去教她的。再有，之前你也多有越矩的行为，朕也不是一一都答应了吗？上次你在朝堂之上去指责闵妃的事情，朕已经查过了，那是场误会。慧光，你们去吧，班灵儿这边由我照看着。朗坤，娘娘，这次远行可不可以毫发无损的回来？你每次出事，本宫的心悸病就会发作，这次可不可以不要让本宫担心？就是为了娘娘亲手做的菜，臣拼死也会回来的。闵妃娘娘，
贫道有个锦盒要交给你，里面的内容你一看便知。是吗？贫道告辞。贫道夜观星象，紫微阁星暗淡，意为有人染指了天子的女人，而此人便是皇后身边的朗坤，也就是18年前死去的火样红。当年他痴迷皇后，遭人揭发，但他早就被人救下，且易容为朗坤一直躲在皇后身边。朗坤就是火样红？那这个道长，他有证据吗？半个月前，朗坤去北怀救灾，很多人都目睹了，足以证明朗坤精通医术。1个月前，朗坤在一个农舍里杀叛贼，留下了一个血手印。18年前，他在赌房里欠债，签下了一张欠条，2个手印是一模一样的。可这也不能证明朗坤就是火样红啊。锦盒里的拜师帖是火样红14岁拜师时签下的，3个手印都是一样的，足以说明朗坤和火样红就是一个人。朗坤，火样红，18年来，他一直就藏在皇后身边。皇上息怒。此事就这么决定了。来，祝我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来人，皇帝下！小鱼，参见皇后娘娘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何事？娘娘，皇上已经知道朗大人就是火样红了。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是班灵儿。严宽假扮了一个道士，给了班灵儿一封告密信。细作回禀的时候，班灵儿已经去了皇上那儿，我没有来得及阻止他。又是班灵儿。皇上现在十分相信班灵儿，他一定会来找你问话的。细作他只是远观，根本不知道班灵儿带回来的证据具体是什么，所以咱们现在一定要想一个应对的法子。可是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呀。
不如这样吧，一会儿皇上的人来了，你就假装不是，说需要我的陪同，这样大家好有个照应。敏妃娘娘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娘娘，皇上在御书房等你。皇上不是只去免妃的长思殿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见本宫了？我现在没空与娘娘在这闲聊。娘娘，请吧。本宫突然觉得头疼。宁贵妃，你陪本宫走一趟。是。此话当真？朗坤是火样红，可有证据？这是18年前火样红的供词，他当时亲口承认自己大逆不道，觊觎一国之母。这个手印和朗坤的是一模一样。皇上，这份供词从何而来？当时皇后娘娘对于火样红的事情闹的是人仰马翻，皇上怜惜娘娘有病在身，不忍心再激怒于她，所以把这件事情给隐瞒了下来。这个证词就藏在大理寺里。皇上，除非朗坤回来按下手印，跟这份供词上的手印是一模一样，否则这根本就不能证明朗坤就是火样红。朗坤已经在回宫的路上，那就等着吧，反正朗坤回宫还有段时日。朗坤已被飞虎营的人抓住，身受重伤，已在被押解途中。那正好，本宫可以借此机会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查个水落石出。届时，本宫一定亲自审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心悸犯了，臣妾先扶她回宫休息。火样红可能已经入宫了。皇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皇后娘娘都这般难受了，难道你就不允许她休息片刻吗？送皇后回宫。谢皇上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这娘娘，走！给我追！是。皇后娘娘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你赶紧去找朗坤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朗坤，朗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去关门。这什么样式？
这什么药师啊！我来。把他烧了。皇后娘娘，末将可以进来看看吗？本宫在更衣，你们在外面候着。皇后娘娘，请开门！我怀疑有逆贼藏在您的寝殿，如果您再不开门的话，就请恕末将无礼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擅闯本宫寝殿？娘娘，开门啊！皇后娘娘，请开门！皇后娘娘，请恕末将无礼了。皇后娘娘恕罪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本宫正在更衣，你们胆敢冒犯！恕罪了，娘娘。还不给我滚！是。一群废物，这么多禁军都抓不到一个人。禁闭城门，全城戒备，决堤3尺，要抓到郎坤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有话要说。你说。臣现在是祖上鱼肉，皇上还不放心吗？只不过，臣要说的这几句话，皇上若是错过了，怕是会后悔一辈子。接着说。皇上出动了这么多人，弄出了这么大动静，无非就是想知道臣是否就是18年前的火阳红。其实皇上大可召见臣，臣一定知无不言。不错，臣的确就是火阳红。你果真是火阳红，你真的是胆大妄为！天下女子那么多，你唯独贪恋朕的妻子。18年前死一次还不够，竟还敢隐藏在皇后身边，色胆包天！当年的事本就是一桩冤案，后宫的嫔妃重伤臣，借机打压皇后。至于臣后来返回宫中，则是太后娘娘的意思。从始至终，臣对皇后娘娘之心日月可见，并无他意。朕是皇上，朕说有，那就有。皇上既然执意不肯信，那就请杀了臣，未见臣心，臣就先走一步。3个月后，黄泉路上，臣会与皇上重逢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要杀臣，易如反掌。可皇上要知道，现在杀臣，就等于自强。抓住他！慢着，都别动！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皇上身染不治之症，3月之后就会暴毙而亡。唯一能救皇上的，只有臣。大逆不道！太医们天天给朕诊治，没有一人说过此话。自火阳红入宫之后，宫里哪位贵人的病，不是经由火阳红之手治好？皇后的心悸，太后的硬病，御医们都束手无策，唯有火阳红起死回生。皇上若是还有疑虑，不妨试试。反正臣只是贱命一条，但是皇上有什么不测？胡言乱语！皇上，您千万不要相信他。臣根本不用切脉，皇上的病情已经写在脸上了。臣
臣可报出皇上过去几年来所有的病情。你快说。上月初一，也就是宁贵妃毒发前一日，皇上起床时，左脚发麻，无法站立，一盏茶的功夫才恢复正常。8月初6，皇上睡前突然耳鸣的厉害，整整困扰了皇上3日。到了第4日之后，起床之时却不药而愈。去年6月，皇上咳嗽了整整1个月。去年3月，皇上背上生了个脓疮，半个月之后好了，却因余毒未清，最后又生在了手臂上面。抓人！慢着，接着说，快说！今年黄梅事前，皇上饱受头痛的困扰，而真正威胁皇上生命的正是寒症。今年3月、5月和7月，寒症一次次复发，下一次复发在3个月之后。皇上身上的寒症会迅速恶化成3阴之寒，您的脉象也会变成迟脉，皇上到时会觉彻骨之寒，不治而亡。臣是大夫，当日臣只是想救治皇后，正如眼下臣想救治皇上一般。不要再说了，朕不会信你这些鬼话。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臣的清白。太后当年命臣回宫的时候，曾令臣许下一个条件。臣早就已经并非真正的男儿，与宫中太监并无二样。把他带下去，验明正身，此事任何人都不准知道。哀家可以答应你，不过你也要答应哀家一个条件。太后请讲。就这样进宫，与理不合，而只有太监才能名正言顺留在皇后身边。郎大人，这份遗案是我近几年在皇上身边给他就诊做下的记录，给你留下。皇上的寒症一直反复发作，你的医术精湛，可以适当的时候给他亲自就诊。不是说朗坤已经无恙了吗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他？朗大人中了箭伤，需要时间休养。朗大人到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宁贵妃。你穿这身御医的衣服还挺像样的，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托皇后娘娘洪福。娘娘，以后臣就不能时刻陪伴您左右了，您自己要多加小心。为何？皇上命臣做贴身御医，寸步不离。若是要来永德宫，必须得皇上恩准。疑神疑鬼。不过，本宫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娘娘请放心，您的病我心里有数，我会照样帮皇后娘娘开方子治病。哎，朗坤，你说皇上3个月之后就会驾崩，是真是假？可惜不是真的。还要多谢宁贵妃相救。朗大哥不必如此客气，我还得请火大夫帮我一个忙，告诉皇上，他若是想让自己的病好，那么1年之内不得近女色。
江中四城乃我攻防之要地，一定要派重兵把守。其他城，丞相求见。宣。皇上，乌次国已经和长公主、广定王结盟，并下了战书，要对我大梁进攻。皇上，他们大军已经集结，随时准备进攻我巴伦郡。平原王这个无知之徒，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，朕要荡平他的皇城！皇上不必动怒，您不是一直担忧不知道如何处置长公主吗？现下他勾结平原王，皇上大可一鼓作气，将这些人悉数处理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更何况，他们本来就是皇上的手下败将，即便是卷土重来，也不过是重蹈覆辙。皇上，眼下最重要的是选一名猛将带兵迎战。皇上，如今能肯主任的，除了魏广，就是杨明将军和陈万将军。朕知晓了，你们先行商议去吧。皇上，是时候失真了。魏广，你觉得皇上会派谁去打这场仗？他的选择并不多，就怕那个庸军会选择陈万。陈万，他不是战功赫赫的将军吗？他的战功都是抢夺属下功劳而来，他自己并不擅长打仗。一旦让他上了战场，就会原形毕露，到时大梁就会有危机。那杨明呢？杨明将军忠烈之士，颇有威名，只是希望杨明将军能多支撑一段时间，能让那位庸军幡然醒悟。皇上，臣等一番商议，认为最好的人选是魏广。绝对不能任用魏广。皇上，论战功，整个大梁无人能及得上魏大元帅。他曾经战功赫赫，打败过乌兹国。乌兹国那场仗之所以会赢，全凭皇上事先制定好的战术。无论谁是主帅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他还曾力挫长公主和广定王的叛军。在打那场仗的时候，皇上是民心所向，魏广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况且，平原王对魏广赞誉有加，焉知他们没有私下勾结？魏广这个人不可信任。敏妃娘娘，这战场之事瞬息万变，恐怕娘娘不甚了解。何况这后宫过多的干涉政事，是要引起非议的。敏妃只是陪伴朕，听到几句就说几句而已。她虽为女流之辈，但才能在做女官的时候便已展现。朕想听听她怎么说。但魏广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不是还有杨明和陈万吗？皇上，论战绩，当属陈万将军，而且他久经战事，经验丰富。陈万面色变黄，恐怕不日就会病发。当然，这只是臣一家之言，不必做准。只怕这杨明经验欠缺。当日魏广一样没有当过主帅，可皇上慧眼识珠，选择了他。皇上现在也可以任用杨明。有皇上亲自拟定的战略，只要杨明不是脓包，这场仗我们势在必得。说的有理。你们退下吧。是。喝酒。杨将军找我来，不单单是为了喝酒吧？
当然，其实我身上这枚帅印本应该就是您的，这30万大军也该由您统领。只有您上阵，天下人才能心安呐。杨将军既得了帅印，便背负着大梁的命运和千千万万人的性命，不该说这样丧气的话。这是当年我父亲留给我的剑，陪我在战场上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。现在我将它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凯旋归来。谢过魏大元帅。待您解决了朝堂之事，我便将这佩剑与帅印一并还与您。来，胜则举杯相庆，败则共洒热血。好。皇上，前线战况如何？可有捷报？打了几日，情势焦灼。皇上，杨明是不是魏广的属下呀？是，杨明曾经跟随魏广，大败乌兹国。那么这次魏广没有封帅，杨明却封了帅，以他们二人的关系，会不会为了给魏广讨回元帅之位而故意不打赢呢？有可能。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朕。所以皇上应该派一个信得过的密探前去探查一番。如今朕的身边也就只有你，如此体贴了。现在除了乌兹国，连夏圣国和秋叶国也都站到了逆贼的一边。你们有何对策？回皇上，这两国虽说是弹丸之国，但地理位置十分险要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暂时弃守巴伦郡一带，让杨将军立即率领30万大军北移，先消灭两国的来犯军队。臣附议。臣也附议。西座找不到班灵儿和严宽来往的证据，所以我们暂时不能动弹。密探在前线寄信给皇上，说杨明没有遵照圣旨率军北移，对杨明很不利。魏广，这场仗打成这样，你怎么看？皇上要求杨明推进，可行吗？杨明虽然不是带兵的奇才，但他非常稳重，考虑战局也非常细致。如果他不肯推进，一定是有些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原因。这些事情班灵儿才不会管呢，他只会一味的讨好皇上。我担心的是，严宽会不会在背后推动他？如果严宽已经接触了班灵儿，那很有可能是他引导班灵儿左右战局。报！皇上，不好了，圣木郡失守了，没有一个好消息。敏妃娘娘到。皇上，杨明有异心。什么？臣妾派人调查了详细经过，就在皇上下了推进的死命令之后，他却还是要原地驻扎。难道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让夏圣国和秋叶国有更多的时间攻打我大梁吗？皇上，想必杨将军只是暂停片刻而已，误不了大事。皇上为何不向杨将军征询，查明因由啊？军旗10万火急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朕已经决定了，要换将，换陈万去接替杨明。统领，去找到杨明，就地正法。是。皇上，霍大夫曾说过，陈将军身体抱恙，这个时候万万不可换将啊。那就让陈万先去稳住军心，朕自会考虑。还有其他人选。
统领，皇上真的要斩我？你方才不是都听到了？我杨某人性命事小，可是阵前义帅乃兵家大忌。那你为什么忤逆皇上，迟迟不肯拔营？那前面有一片充满瘴气的树林，我必须绕道而行。更何况这天色已晚，贸然前去，必有闪失啊！所以，皇上就是因为这等事要杀我。圣旨已下，覆水难收。杨将军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来人！在。事已至此，我自行了断便是。魏大元帅，我先走一步了。黄泉路上，我会瞪大眼睛看着皇上如何被妖妇蛊惑，如何自取灭亡。皇上，宁贵妃求见。你告诉他，今天朕要休息，有什么事情，明儿再说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宁贵妃，你闯到朕的寝殿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臣妾听说，皇上处死了杨明将军。是朕对你太过宠爱，让你以为你可以插手朕的政事吗？臣妾前来，并不是为了和皇上谈论政事，而是想和皇上说一说臣妾当时封妃之后的那段往事。那个时候，臣妾心如死灰，只觉得被命运所捉弄。臣妾初入宫时，见惯了宫里穿华服的贵人。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自己也成为了贵人。封妃那日，臣妾站在了永灵殿的屋顶上，看着燕都的万家灯火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是一户人家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臣妾当时就发誓，既然做了贵妃，就要守护好这每一盏灯。不知道皇上发现没有？自战争以来，燕都的灯火一盏一盏都熄灭了。这能是朕的错吗？朕虽然身体有恙，却依然心系我大梁之百姓啊！皇上难道到现在都没有发现自己错在哪儿了？赈灾之时，周贯中大人呕心沥血，四处奔走，却被活活冤死了。战争之时，杨明将军忠肝义胆，身先士卒，却在战前折戟。这满朝文武，只要是敢说真话的臣子，不是被抓就是被杀。皇上，您放眼望去，现在还有谁？除了班灵儿和他的党羽，因为他们只会口蜜腹剑，只说皇上爱听的话。周贯中饿死灾民，杨明怀有异心，朕去处置他们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这些不都是闵妃她的片面之词吗？皇上，难道你从未想过，周大人他从不冒进，为什么闵妃来了之后，他就偏偏急功近利，丢了赈灾粮？还有杨明将军，他不过就是多驻扎了一日，其中缘由根本还未查清，班灵儿就迫不及待地向皇上进谗言，皇上就从未疑心过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班灵儿她心里根本就没有大梁的天下，她不在乎百姓的死活，也不在乎战争的胜利与否，她在乎的是如何讨好皇上，和皇上如何宠爱她罢了。
因为他的自大害死了周大人，因为他的心机又害死了杨明将军。皇上，再这样下去，国将不国，又有谁会忠心的为皇上效力呢？你当朕是那种被女人摆布的昏君吗？自朕继位以来，我大梁风调雨顺，河清海晏，只是近些年来才有些波动。朕自问，对得起先帝，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不用你这个女人在朕的面前指手画脚。太后，你托付的担子真的好重，明知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长公主、王爷，属下抓到了江红雪大夫。哟，江大夫，当日你悄悄的逃跑，我找你找的好苦。我只是一时糊涂，今后一定全心全意为王爷和长公主效力。江大夫，广定王现在身上有伤，你若能医好他，我重重有赏。哦，那我看看王爷的伤。长公主，这是从江大夫的包袱里找到的，看样子是送给朗坤的。拿来。原来是开给朗坤治疗皇上、皇后病的药方。